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阿拉巴馬有一個叫做奧本嘅城市，人口大約76000人。佢係阿拉巴馬東部最大嘅城市，亦都係一座大學城。奧本大學就坐落喺呢度。2006年，啱啱畢業嘅 Lori 突然離奇失蹤，由於調查工作一直毫無進展，所以就成為咗懸案。直到2018年，警方先至成功將兇手逮捕歸案。Lori 喺紐約出世，佢仲有一個哥哥Paul。喺佢13歲嗰年，佢哋一家人就搬到咗阿拉巴馬嘅郊區生活。Lori 為人友善，性格外向，好容易同大家打成一片。高中畢業之後，Lori 就進入咗奧本大學，攻讀心理學學士課程。為咗方便 Lori 返學，佢嘅父母就喺大學附近嘅拖車公園度買咗一間拖車房屋俾佢。而 Lori 亦都冇令父母失望，佢努力讀書，並以優異嘅成績畢業，仲喺附近嘅診所度揾到咗一份工。2006年6月10號星期六，24歲嘅 Lori 同好朋友 Lindsay 約好咗，要去佢嘅屋企度一齊飲酒睇電影。佢哋係大學同學，亦都係診所嘅同事。夜晚6點半，Lori 打咗個電話俾 Lindsay， 話佢要先去超市度買一啲嘢，之後就會過嚟噶啦。大約半個鐘頭之後，Lindsay 又收到咗 Lori 嘅電話，但係電話嘅另一邊並冇人講嘢。然後 Lori 就收咗線。Lindsay 覺得好奇怪，所以就即刻打返去，但係就冇人接聽。而 Lori 當晚一直都冇出現。佢當時以為 Lori 可能係突然有急事，所以先至會放佢飛機，然後佢就上床瞓覺啦。第二日早晨，Lindsay 依然冇收到 Lori 嘅消息，佢非常擔心。佢打咗好多個電話俾佢，留咗口信，亦都 send 咗短信，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呢個時候，佢突然醒起，佢尋晚同 Lori 通電話嘅時候，隱約聽到背景有 Rick 嘅聲音。Rick 係 Lori 喺保齡球場認識嘅朋友。當時 Lori 仲係學生，而 Rick 就喺保齡球場打工。佢哋嘅關係唔錯，經常都會約出嚟見面。Lori 仲喺舊年邀請 Rick 過嚟同佢嘅屋企人一齊過聖誕節。於是 Lindsay 即刻聯絡咗 Rick， 不過 Rick 表示自己唔知道 Lori 喺邊度，而佢亦都一直聯絡唔到 Lori。直到星期一 ，Lori 並冇去到診所返工。Lindsay 知道 Lori 一定係出咗事，所以就即刻去到咗 Lori 嘅屋企度睇下。到咗目的地之後，Lori 架車並唔喺嗰度。Lindsay 敲咗門，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跟住 Lindsay 發現間屋嘅大門冇上鎖，所以就開門入去。間屋嘅冷氣仲開住，而 Lori 嘅愛犬 Peanut 就被困咗喺籠入邊。呢個時候 Lindsay 即刻就發現幾處唔對路嘅地方。首先 Lori 已經失蹤咗好幾日，但係 Peanut 依然好活潑，佢嘅籠亦都非常乾淨，睇起嚟好似係有人定時過嚟餵食同埋清潔狗籠。其二，因為 Peanut 唔中意喺廚房嘅瓷磚度行，所以 Lori 特登喺地下鋪咗3塊地氈，等 Peanut 可以喺上邊活動。但係而家呢啲地氈都不翼而飛，就連 Lori 間屋出邊嘅垃圾桶亦都唔見咗。仲有一點就係 Lori 屋企嘅電話線俾人掹咗，所以 Lindsay 之前留俾佢嘅口信都冇錄到。與此同時 Lori 嘅媽媽阿蓮亦都收到咗囡囡失蹤嘅消息，於是佢即刻趕到 Lori 嘅屋企度睇下，並打咗電話報警。雖然 Lori 已經失聯超過48小時，不過警方當時認為 Lori 只係離家出走，過幾日就會出現噶啦。當日下晝，警方突然全副武裝闖入咗 Lori 嘅屋企進行搜查，因為 Rick 同佢哋講 Lori 有種植大麻，而佢可能係去咗做大麻交易。不過警方並冇喺間屋度揾到任何相關嘅證據。第二日清晨， Lori 架車喺 Rick 之前打工嘅保齡球場附近一個偏僻嘅後巷度被發現，可惜架車已經俾人蓄意縱火，燒成咗廢鐵。好彩嘅係 Lori 並唔喺車入邊。案情發展到呢度，警方亦都即刻將失蹤案改成兇殺案嘅方向調查。佢哋首先跟進咗 Lori 交易大麻嘅線索，但係就冇任何證據表明 Lori 係一個毒販。咁點解 Rick 要講大話呢？佢到底喺度隱瞞緊啲乜嘢？雖然 Rick 睇起嚟好可疑，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呢單案嘅調查工作好快就不了了之，並慢慢成為咗懸案。
而 Rick 之後亦都離開咗奧本市，搬到其他地方生活。時間嚟到咗2016年，懸案小組決定重啟調查。呢一次負責嘅警探叫做 Mark， 佢重新翻閱咗案件嘅資料，直覺話俾佢知 Rick 一定同案件有關。根據資料，當年警方向 Rick 問話嘅時候，佢嘅雙手有多處嘅爪痕，但係 Rick 就冇俾出任何合理嘅解釋。根據 Lori 好朋友 Lindsay 嘅講法， Lori 同佢講 Rick 寫咗一封情書向佢表白，不過 Lori 對佢並冇感覺，所以就決定同佢講清楚。Rick 確認咗 Lindsay 嘅講法，並承認佢喺 Lori 失蹤當晚同佢見面傾過呢件事。Lori 確實拒絕咗佢，不過喺佢離開之前 ，Lori 仲係好地地㗎。喺進行咗背景調查之後，Mark 警探發現 Rick 有一段不為人知嘅過去。1993年3月5號晚，警方接獲頭報，有一架車撞向咗高速公路旁邊嘅圍欄。巡警到達現場之後，發現駕駛座度坐住一個細路仔，佢就係當年只有12歲嘅 Rick。Rick 承認咗佢就係司機。跟住巡警搜查咗佢嘅背囊，入邊竟然有一把菜刀同埋2種唔同口徑嘅子彈。之後巡警問佢：你嘅父母喺邊度？ Rick 面無表情咁回答：我殺咗佢哋。於是巡警即刻向警局匯報，並將 Rick 車返屋企。到咗目的地之後，間屋出邊已經嚟咗一大批警員。警方進入間屋，並喺主人房度發現咗2具遺體，房入邊血跡斑斑，地下仲有一支染血嘅棒球棍。Rick 話俾警方知，佢先向媽媽多莉嘅面部開槍，再用棒球棍將佢打死。喺媽媽斷氣之後，佢幫媽媽冚咗張氈，並喺心口上邊放咗一支玫瑰。繼父 Eddie 收工返屋企之後，Rick 又向佢嘅面部開槍，將佢擊斃。Rick 表示，佢對於父母要搬屋嘅決定感到非常憤怒，因為佢唔想要轉校，重新適應新生活，所以先至會將父母殺死。另外，佢仲計劃要殺死佢嘅3個繼家姐，佢哋當時已經成年，並搬咗出去住。而 Rick 喺殺咗父母之後，竟然同父母嘅遺體共處咗2日，仲若無其事咁繼續返學。如果唔係 Rick 揸車出意外嘅話，佢父母嘅遺體唔知道要等到幾時先至會俾人發現。由於 Rick 喺犯案嘅時候只有12歲，所以佢唔可以以成年人嘅身份受審。最終 Rick 被判入感化院服刑9年，並喺21歲被釋放。呢段過去令 Mark 警探更加肯定 Rick 一定同 Lori 嘅失蹤有關，而佢而家要做嘅就係要揾到證據證明自己嘅諗法。於是佢仔細咁翻閱咗所有資料，並發現咗新嘅突破口。警方當年喺 Lori 被燒毀嘅汽車旁邊揾到咗一支手捲煙，但係就冇人將呢支煙送到實驗室進行檢測。另外，佢哋亦都喺附近揾到咗一個汽油桶，而呢個汽油桶同 Rick 之前工作嘅保齡球場唔見咗嘅汽油桶非常相似。除此之外， Lori 屋企嘅埲牆有磨損嘅痕跡，睇起嚟好似係掙扎嘅時候用腳踢埲牆而造成噶。Mark 警探推斷 Rick 係因為冇辦法接受自己被 Lori 拒絕，所以就用電話線勒死咗佢。而當時 Rick 雙手嘅爪痕好有可能就係被 Lori 喺掙扎嘅時候抓傷噶。喺解決 Lori 之後， Rick 應該仲喺間屋度住咗幾日，咁亦都解釋咗點解狗狗 Peanut 一直都得到妥善嘅照顧。事實上，警方當年曾經搜查過 Rick 架車，並喺入邊揾到咗一把刀、一對絨毛手扣同埋一箱清潔用品。仲有一點就係喺 Lori 廚房神秘消失嘅3塊地氈，竟然喺幾年之後出現咗。當時 Rick 嘅前室友聯絡咗警方，話 Rick 喺搬屋嘅時候留低咗呢3塊地氈，並將地氈交咗俾佢哋。所有嘅證據都指向咗 Rick。正常嚟講，警方一定會繼續追查落去。咁點解調查工作之後會不了了之呢？原來警方喺案發當年的確有喺 Lori 嘅屋企度進行過搜證，並送到實驗室進行檢測。不過當檢測結果出嚟嘅時候，竟然冇人去跟進後續嘅工作。佢哋甚至連報告都冇打開，就咁樣任由佢放喺檔案室入邊生塵。直到而家，Mark 警探先至第一次睇到呢份報告。
報告顯示，Lori 嘅床單上有屬於 Rick 嘅精液，大門後邊同埋其中一塊地氈亦都有屬於 Rick 嘅血跡。與此同時，手捲煙嘅檢測報告亦都出咗嚟，上邊亦都有 Rick 嘅 DNA。呢啲證據都證明咗 Rick 一定同案件有關。於是麥警探即刻申請咗逮捕令。呢個時候 Rick 已經搬到咗 Virginia 生活，佢成為咗一位蒙古包設計師，仲有一個未婚妻。2018年8月6號 Rick 正式被逮捕。Rick 被捕嘅新聞被報道出嚟之後，一個叫做 Terry 嘅男人聯絡咗麥警探，佢係 Rick 嘅朋友。佢表示 Rick 當年曾經同佢講過，佢要勒死一個八婆。當時 Terry 以為 Rick 只係喺度講笑，所以就冇擺喺心度。直到而家佢先至驚覺 Rick 當年所講嘅嘢可能係真㗎。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案件嘅審訊日期一直被押後。遺憾嘅係喺等待開審嘅期間，Lori 嘅哥哥同爸爸亦都先後因為癌症同 Covid 而離世，冇辦法親眼睇到 Rick 被法律制裁。2022年3月，本案正式開審。控方指出 Rick 係因為冇辦法接受自己被 Lori 拒絕，先至會狠心咁將佢殺死。而床單上嘅精液、大門同地氈嘅血跡，同埋手捲煙上嘅 DNA， 就係證明 Rick 係兇手嘅重要證據。辯方質疑嗰支手捲煙可能係被警方插贓到現場㗎。跟住，辯方繼續將 Lori 描述成一個毒販，並認為佢係喺交易大麻嘅時候出事㗎，一切都同 Rick 無關。之後，佢哋傳召咗 Rick 出庭作供。佢表示，雖然 Lori 已經拒絕咗佢，不過佢哋仲係處於曖昧嘅階段，亦都曾經發生過關係。佢冇殺害 Lori，亦都唔知道佢到底喺邊度。至於佢當年冇辦法解釋嘅爪痕， Rick 而家表示佢對手係被狗仔爪傷㗎。當年佢嘅車上邊之所以會有刀、絨毛手扣同埋清潔用品，係因為佢當時喺度搬緊屋。佢否認自己曾經同 Terry 講過自己勒死人，而嗰3塊地氈係佢自己買㗎，並唔係 Lori 廚房嘅地氈。不過佢亦都冇辦法解釋點解佢嘅血跡會出現喺 Lori 嘅屋企。喺結案陳詞嘅時候，辯方指出根本就冇證據表明 Lori 係俾人綁架，警方冇揾到佢嘅遺體，所以更加冇辦法證明佢已經遇害。控方表示本案可以話係鐵證如山，並提醒陪審團，雖然警方冇揾到遺體，但係 Lori 絕對唔會就咁樣不辭而別，更加唔會拋棄佢視如己出嘅愛犬 Peanut。陪審團喺經過咗2日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Rick 被控謀殺罪成，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Lori 嘅媽媽阿蓮聽到判決之後，心入邊感到百感交集。佢因為法律幫 Lori 伸張咗正義而感到釋懷，但同時亦都代表佢必須接受女女永遠都唔會返嚟嘅事實。不過佢相信 Lori 已經喺天堂同佢嘅爸爸同哥哥團聚，佢哋一定會對呢個結果感到滿意，而佢自己亦都一定會繼續堅強咁生活落去。